大王子巴布罗提议呢，让漆黑的纳贝对付安兹瓦宫。切纳可男爵为了拍马屁，说这个提议呢不错，然后在皇帝的允许下，前去冒险者工会去寻找冒险者小队漆黑。结果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事，被纳贝人扔了出去。灰头土脸回来的他，跟随巴布罗王子去调查卡恩村和安兹瓦宫的关系。巴布罗咒骂着雷文侯，因为恶魔骚乱之际，弟弟借用了雷文侯的属下巡逻王都，维持治安，给了贵族们有事呢他是真上的印象。于是在贵族之间，王位传给谁呢有了分歧，因为雷文侯推举的是二王子，有些贵族呢就跳槽到那一边了。巴布罗有点后悔，在恶魔骚乱之际没有出面呢，真是一大失策。他之所以没上前线，是因为自己没有部下，一个人跑去前线又能帮上什么忙？只会扯人后腿而已。况且那些恶魔有可能会袭击王宫，弟弟也一样，要不是有雷文侯的士兵，哪有办法维持什么治安？巴布罗对他俩恨到了极点。另外还有一件事让巴布罗相当不爽，那就是自己正在往卡恩村这个偏僻村落前进的惨况。自己在王位继承竞争中呢，已经落后于人了。这次以帝国的战争，巴布罗必须向内外展现出第一王子的该有的姿态，但自己得到的命令却是跑腿的无聊工作。前往边境调查村庄与安兹瓦宫的关系，能有什么名誉？难道是爸比早有心将王位让给弟弟，不想让自己立功，所以才把自己送往偏僻村庄？巴布罗的呼吸变得紊乱。当然，国王不让皇子上前线呢，是因为安兹瓦宫这个不确定因素。毕竟自己的战士长都这么忌惮这个魔法隐藏者了，这场战争的不确定因素呢太高了。国王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出事，才把大王子派去卡恩村，远离卡兹平原的战争。但是大王子根本不会理解其中的缘由。王子，你是否有哪里不舒服？要不我叫神官来？不，别在意，我只是在想该如何处理父王指派的工作。别说这个了，切纳克男爵，你不是去见了金刚级冒险者菲菲吗？结果怎么样？讲到这件事，你听我说，王子，真是太气人了。菲菲正好不在，没见到面。有时候就是运气不好，毕竟对方是金刚级冒险者嘛。没事情约好就临时去拜访，不在也是没办法的吧？不是为了这件事，让我感到不快的是菲菲的同伴，那个叫娜贝的女人。娜贝啊，是那个美姬吗？巴布罗想起在王都见过的绝世美女，美得能与自己的小妹匹敌。巴布罗很想把她占为己有，但对方呢可是父亲都得礼让身份的冒险者的伙伴，不可能像平民一样随意处置。那个女的对你做了什么吗？她太粗鲁了，王子请看。切纳克男爵拿掉了金属手套，只见手上留下了好大一块淤青。那个叫那贝的女人突然就抓住我的手，把我赶了出去。传达的内容实在太少了，巴布罗不想再认真去问。不管怎么想，都觉得他一定隐瞒了什么。王子，恳请王子用您的力量连成那个对我动手的蠢女人。如果巧妙地利用这一点，能不能对那个女人为所欲为？一个平民居然对男爵出手，你也不想连累你的队友吧？巴布罗思考着，他思考着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男爵，并且把那边的占为己有。这个男爵实在太蠢了，有可能以为自己去请漆黑就卖了王子一个人情，真是个派不上用场的男人。好吧，我就暂时跟你透露交情，等我一坐上王位，第一个就把你给，在那之前就让我好好利用你吧。巴布罗打算如意算盘，但同时呢也觉得连这种人都拥有领地和私人兵力，自己却没有自己的专属兵力，心情沉重。等我成为国王，我会考虑的。谢王子。巴布罗不想再跟这个笨蛋说话，向着自己父亲策马前进的骑士提出了问题。他是保罗普侯爵属下精锐兵团的一名指挥官。我有点事想问你。有什么事呢，殿下？其实他根本没有什么想问的事，只是不想继续跟男爵讲话，随便找个借口罢了。他稍微沉思片刻，想胡乱找个问题。巴布罗之所以会前往卡恩村，一开始呢是保罗侯爵的提议，也就是说，难不成岳父也背叛了我，转为投靠弟弟了？一天之间失去两名父亲的爱，让巴布罗备受打击。都是他脑补出来的。您怎么了吗？需不需要休息？住口！巴布罗愤怒地下令。お前に命じる。カルネ村の件をさっさと終わらせろ。そうすれば、明日の夜にはエランテルに帰還できる。睡眠をわずかでも取れば、朝日が昇る前にカッツェ平野に迎えるはずだ。お言葉ですが、兵5000のうち4500は歩兵です。途中でへたばる者たちが出てきますぞ。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去那种边境的小村落根本毫无价值。我们必须做的是前往卡兹平原战胜帝国。你不是侯爵的属下吗？既然如此，我问你，这场战争能轻松到让多达5000名士兵闲话吗？
其实这样嘴唇明明成了一条线，别搞错优先顺序了，士兵会累垮，用鞭子抽他们也要让他们跑，因为你们是为了在卡兹平原作战才会被召集支持的，同时也是为了让我提高名声。殿下所言甚是，遵命。骑士低头领命。男爵，是臣在，我很期待你的表现哦。男爵似乎精神回了些什么，但巴布罗这话进又而出。可恶的弟弟，你就在王都追悔莫及吧。等我登基之后，那家伙能拿来做什么呢？是不是应该杀了，以免被那些愚蠢的贵族拥立起来造反？会不会太浪费了？如果是女人的话，还有很多用途。妹妹虽然脑袋不太灵光，但长得还不错，可以卖给卖出高价的家伙。一旦弄出王室的旁支血统，会很麻烦。所以最好能嫁给某个偏远国度的王族。不过若能派上用场，帮我架构权力基础，倒是可以考虑考虑。想象着自己建立的里耶提斯王国的理想远景，巴布罗陶醉的眯起了眼。忽然间，他灵机一动，有没有可能利用卡恩村的村民跟安兹沃宫谈判？真是一记高招。无论安兹沃宫是基于什么理由解救了卡恩村，他们的存在应该都能成为谈判筹码。如果安兹沃宫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模仿印证者退出这场战争，失去大义名分的帝国，为了避免被贴上侵略战争的标签，应该会被迫撤军，那岂不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吗？这小父王也不能再轻视我的意见，王位我是坐定了。如果安兹沃宫只是正好路过拔刀相助，那他有可能不会退兵。这样的话，只要让卡恩村的村民拿起武器战斗就行了。这场战斗是全国总动员，卡恩村村民无权拒绝参战。父亲似乎免除了卡恩村村民的兵役，但现在的状况有变。假如安兹沃宫杀害了卡恩村的农民，还可以借此政治宣传，说他把救助的村民杀死了，充其量也不过是人渣罢了。而这种政治宣传对他背后的帝国也有影响。巴布罗对自己的完美策略感动得发抖。老实说，他本以为自己的头脑不比弟弟们，现在看来呢很难说。想不到自己的脑中沉睡着如此的聪明才智，令巴布罗感动不已。这个一石三鸟的计策，除了巴布罗以外，也就菲利普会了。